在2010年的 Predators 电影中，我们首次在大荧幕看到不同氏族的铁血战士相互厮杀。不过，这两兽交战的超然画面却也伴随着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丛林猎人会出现在超级铁血战士的猎杀游戏星球，甚至落得个被五花大绑的屈辱下场？究竟在洛伊斯之前，这颗星球发生了什么事？电影里惊鸿一瞥的这位大爷又经历了什么磨难？针对这些谜团，官方曾在电影上映之际同步推出前传漫画做交代，甚至在漫画里对诺兰这家伙也有深入的刻画，让粉丝可以一窥这位拾荒者为什么会走上暗算同类的求生之道。今天科电影便为大家剖析这部前传漫画《铁血战士》，欢迎来到丛林 Predators Welcome to the Jungle， 为大家介绍上述内容。在阿富汗的某一个深夜，一支美国海军37特战队埋伏在野外，执行歼灭恐怖组织的任务。队长德雷克带领2位精英深入敌营，作为世界知名的特种37部队，他们弹无虚发，不稍片刻，眼前的恐怖分子纷纷倒下。可正当大家松下警戒时，屋内跑出一名身上绑满炸药的敌人。只见他双手朝外一开，扯掉炸药的保险拉环，顿时火光四射，随后四周再度被黑暗吞噬。德雷克一睁眼，身边的伙伴和他正处在自由落体的状态，让他不禁怀疑这就是死后的世界吗？不过在迫近地面的千钧一发之际，背后的降落伞打开，将他从混沌的思绪中拉回现实。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德雷克一落地便马上重整旗鼓，一一清点队员。正当大家还在疑惑为什么炸弹没炸死他们，反而将他们传送到另外一个世界时，德雷克身边的队员脸上出现3颗红光。说时迟那时快，一股巨大能量轰碎了他的脑袋。虽然不知道敌人是谁，不过德雷克知道他们正处在被狙击的状况，因此马上指示队员转移阵地，迅速逃离。可是在逃命过程中，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都不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而是以一种诡异的节奏，一次一个的绞杀他的队员，就像是在进行某种恶趣味的狩猎游戏一般。最后他们只剩下4人，在精神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其中1名队员坐在树下歇息，可屁股还没坐暖便被拽上树。其他3人迅速抄家伙，打算营救队友，可他早已经成为一堆从天而降的肉块。不过德雷克终于看见那个把他们赶尽杀绝的敌人。只见他蹲坐在树冠间的树枝上，犹如一只嗜血的鬼魅。居高临下的敌人手握一只细长的圆筒，轻轻一挥便变成一只长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贯穿德雷克身边的另一名伙伴。与此同时，他也射出大量能量炮，迫使德雷克和他身边最后1名特战队队员，也就是他最要好的战友杰罗姆抱头鼠窜。可是枪林弹雨间，杰罗姆被击中要害，为了不拖累伙伴，他要求德雷克送他一程。德雷克难掩悲伤，含泪开枪结束了杰罗姆的痛苦。德雷克挖了个坑，把自己的沮丧和恐惧连同战友杰罗姆一起深埋起来，而在他心里取而代之的是复仇的熊熊烈火。刹那间，一阵风吹草动，嗜杀的敌人再度来袭。可是德雷克把武器留在不远处的树下，倒霉的是敌人也正好从那里杀来。无计可施的德雷克唯有佯装逃跑，打算在树林里兜个大圈子引开他，再回来抄家伙和他决一死战，好为队友报仇雪恨。德雷克飞快地奔跑，可就在一处河岸边，不慎被树干绊倒，撞向一个巨大的身影。只见对方上半身挂满骷髅头，还戴着金属面罩。德雷克惊讶地步步后退，可对方却气定神闲地慢慢脱下面罩。当对方露出真面目后，德雷克惊呆了，原来这里还有其他人类。当然，这家伙也就是电影里出现的拾荒者诺兰。德雷克眼见对方的装扮和之前在树上的鬼魅如出一辙，因此怀疑诺兰就是那个猎杀他全队的敌人。二话不说便扑向诺兰，打算和他决一死战。2人跌落一旁的泥沼，在里头扭打起来。诺兰踢开德雷克后，发现敌人已经来到他们上头的树丛间，立马按着德雷克的嘴巴，伏在泥沼里避开敌人的耳目。
由于泥巴可以遮盖体温，在1987年的电影里，达奇也是以此避开丛林猎人的追杀，因此在这里横空杀出的强敌也同样没发现这两个躲在泥沼里的大男人。诺兰见机不可失，打算偷袭击杀眼前的威胁，可是德雷克按住他的肩膀，要他轻举妄动。毕竟德雷克并不知道眼前这一只巨大的人形妖怪是什么生物，只知道人类世界里实力超群的特战队到这里不到2天就尽数全灭，只剩下他一人。因此不管他是什么东西，要诛杀他都必须从长计议。德雷克不希望因为诺兰一时的狂妄之举让他也赔上了性命。怪物在这里搜寻一阵，没有发现猎物的踪影，便在树丛间消匿而去。诺兰眼见错失良机，咒骂一声。德雷克这时才意识到歼灭他全队的有可能就是这一只虎背熊腰却又异常敏捷的怪物。他向诺兰确认说是不是这一只生物杀了他的队友。诺兰说也有可能是他的同伴，不过在这里最大的敌人不是他，而是他的近亲。故事来到这里便开始清晰起来了。猎杀游戏星球的幕后操纵者，也就是超级铁血战士氏族，他们原本打算将阿富汗的恐怖分子抓来进行猎杀游戏，但是正好遇上德雷克的特战队前来扫荡恐怖组织。因其精湛的作战行动，超级铁血战士便转换目标，在爆炸之际把他们全队都送来猎杀游戏星球。但是参与这一轮猎杀游戏的并不是只有特战队与超级铁血战士，还有同样被超级铁血战士氏族抓来参与猎杀游戏的丛林猎人。超级铁血战士氏族与丛林猎人一族有着千年的血海深仇，因为拥有不同的荣誉守则，两族间长期处在一种厮杀较劲的状态。关于这两个氏族的介绍，可以参考本频道之前的影片解说。原本丛林猎人还有另外一名伙伴，不过被超级铁血战士捕获后，他没能熬过先前的猎杀游戏，已经战死，在电影里可以看到他的头骨。而存活下来的那只，便是在漫画里被迫继续参与新一轮猎杀游戏，追杀德雷克全队，也是在电影里被俘虏的丛林猎人。诺兰向德雷克说明了猎杀游戏星球的状况，并带这一位新朋友回到专属他一个人的避风港。诺兰对德雷克说，他是冷战时期的一名军官，20年前在一次作战任务中被偷袭，他原以为会就这样死在炮火中，可却没想到最终坠落在这颗猎杀游戏星球。坠地后他身受重伤，又被降落伞捆得一塌糊涂，所以无法战斗。前来猎杀他的外星猎人因此对他失去兴趣，撇下他头也不回地离去。根据上述遵守荣誉守则的表现，这一只铁血战士也属于丛林猎人一族。诺兰趁敌人无视他的这个空档，养精蓄锐，并且摸清他们的习性，猎杀了这一只外星猎人。随后更在这颗星球成功杀了好几只铁血战士，也收集了许多他们的武器和头盔。不过这已经是好久前的事情了，不管再怎么杀，总是会有新一批猎人加入战局。他厌倦了战斗，但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在这里茹毛饮血的生活，现在的他不求回到地球，只求在这颗星球安稳地度过晚年。德雷克希望诺兰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为战友们报仇，可是诺兰拒绝了。他说，除非铁血战士找上门，否则他不会无端端跑去他们面前刷存在感送死。最终两人不欢而散，德雷克决定凭着一己之力诛杀敌人。德雷克从诺兰那里摸来一支智能谍刀，这也就是在1990年的电影里城市猎人使用的著名武器。回到丛林后，德雷克遭到了一只巨大的虫类攻击，在与之搏斗的过程中，他用智能谍刀将它开膛破肚，也正巧遇到了前来取回武器的诺兰。看到德雷克利用外星人武装解决掉眼前的猛兽，诺兰大为惊讶。德雷克说，铁血战士将人类视为落后的动物，就像人类看待黑猩猩一般，也因此他们绝对想不到人类这些低等的生物可以使用他们的武器进行反击，这是他们偷袭铁血战士的好机会。大雨倾盆而下，可诺兰心里那股战斗的火焰却再度燃起，就此两人决定合作狩猎铁血战士。他们返回诺兰的基地收拾家伙，喂饱了身子便开始行动。
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俩并不知道其一举一动都被更强大的敌人监视着。只见枝头上停着一只电子侦察猎鹰，将他们的行动尽数映入眼里，传送到主人的身上。这一只电子侦察猎鹰便是曾在电影里出现的 Falcon， 只是电影将它改为更像是无人机的外貌。至于它的主人，自然也就是铁血狮驼岭三兄弟的鹰面 Falconer， 也称作驯鹰者。换句话说，电影里铁血狮驼岭三兄弟现在正式加入战局，而德雷克与诺兰已然成为他们的目标。德雷克回到之前队友被杀的那个树下，拔起仍插在队友身上的伸缩矛，他要用这一把夺走他队友性命的武器为队友们报仇。就这么巧，前脚拔起伸缩矛，丛林猎人后脚就杀到，德雷克马上叫诺兰埋伏好，他自己则作为诱饵引敌人上钩。这时站在树枝上的丛林猎人已经瞄准了德雷克的胸口，随后发出等离子炮。德雷克用伸缩矛将炮火弹回去，把丛林猎人击落树下。随后德雷克撒腿就跑，丛林猎人在后猛追。德雷克将伸缩矛抛回给外星猎人，只见上头绑着一颗手榴弹，随即炸开，将丛林猎人炸得浑身是血，面罩左侧因此碎裂。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里丛林猎人戴起的面罩有着严重战损的原因。虽然被炸得浑身是伤，不过这一头怪物仍旧紧跟在后。随后德雷克越过他和诺兰简单设置的陷阱，这个陷阱利用大自然的材料制成，所以铁血战士的热视觉无法轻易察觉。丛林猎人就此跌落在地坑中，被里头的尖刺穿透双腿。已然重伤的他缓缓爬出地坑，却被埋伏在一旁的诺兰用大刀划开他的脸，痛得外星猎人倒地大声哀嚎，最终晕死过去。诺兰本想一刀杀了这家伙，可是德雷克却打算利用丛林猎人做诱饵，好吸引他的同类，一次过把所有外星猎人杀了。诺兰多次劝阻德雷克，说这个计划无疑是自杀，铁血战士才不像人类一样会拯救有难的同胞，他们只懂得一件事，那就是杀戮。诺兰告诫德雷克，你将这家伙当作俘虏，就等于向这一群嗜杀的外星猎人打广告，说你是足以和他们抗衡的猎物。你吸引来的并不是为了拯救同胞的敌人，而是前来猎杀你的死神。不过德雷克不以为然，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德雷克利用从丛林猎人身上搜刮出来的外星武装作为工具，在丛林里用简易材料搭建起一系列陷阱，而丛林猎人只能无助地咆哮。入夜，在休息中的德雷克听到一阵风吹草动，原来是敌人找上门来了。他用烟雾弹找出隐形的敌人，可是敌人已经用等离子炮锁定他的头颅，所幸他反应迅速，逃过一劫。在逃跑途中，猛烈的火力让他乱了阵脚，跌落在丛林猎人的牢笼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俘虏的丛林猎人狠狠咬住他的肩膀，他一拳揍向虚弱的丛林猎人，正开攻击后，便一把火将丛林猎人烧了，让这一只外星猎人发出无尽的哀嚎，好吸引他的同类。随后他躲在树丛间，等待新的猎物上钩。只见火光中3道巨大的身影正在探查陷入烈焰的牢笼，接着他们将丛林猎人从火焰中救出来，抛向一侧空地。但随即而来的景象却让德雷克错愕不已，那就是新来的3只外星猎人对仍在燃烧的丛林猎人一顿痛打，趁你病要你命。这番不讲武德的操作将坏血的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德雷克掏出手枪静待时机，可这时隐身的狮面迎面走来，一手抓住他握着枪的手，力气之大让德雷克无法施力，手枪从掌间滑落。随即狮面显露真身，并且摘下面罩。虽然眼前的敌人远比丛林猎人还要魁梧还要彪悍，但是德雷克并不害怕。只见他挑衅的缓缓后退，吸引敌人走入陷阱。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行动早在敌人的注视之下，这些陷阱铁血狮驼岭3兄弟早就了如指掌，所以狮面可以在毫无触发任何机关的状态下来到德雷克的面前。眼见这个手到擒来的猎物还在垂死挣扎，狮面也懒得配合他，直接使用等离子炮
炸开德雷克的胸膛。德雷克临死之际看到的是躲在树冠上注视他走向灭亡的诺兰。他原本可以和诺兰一样，在这颗星球苟且偷生，活到老死，可是他无法放下作为战士的尊严，最终落得个在猎杀游戏星球曝尸荒野的下场。而2个星期后，这颗星球迎来新一批人类，也就是洛伊斯一行人。在电影里，他们不小心闯入德雷克设置好的陷阱，各种机关可说是招招致命。眼见陷阱的主人拥有如此超群绝伦的战斗技巧，却仍旧落到这个下场，这也让洛伊斯一行人对他们即将面对的敌人更加恐惧。这里也可以看到超级铁血战士的恶趣味，他们并没有拆除德雷克的陷阱设置，而是直接将它当作对新一批人类的考验，让这一场狩猎游戏更具有看点，也更能迅速淘汰差劲的猎物。至于诺兰，他曾经敞开心胸接纳德雷克，无私和他分享所有物资，可是诺兰却差点因为德雷克一系列狂妄不羁的行为赔上性命。德雷克不自量力的作战行动，时时刻刻提醒诺兰，和这群外星猎人作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诺兰从此封闭自己的心灵，成为一个毫无斗志但求苟且偷生的拾荒者。至于那一只被火烧的丛林猎人，则被铁血狮驼岭3兄弟抓回营地，对他加以虐待与戏弄。在电影里，丛林猎人不敌狮面，一直是丛林猎人的粉丝们愤愤不平之处。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其中除了原本设定上的体格差异，还有的就是丛林猎人早在与德雷克的对决中被炸、被砍、被烧，加上后来3兄弟的虐待，作为一般人早就挂了。而这家伙被洛伊斯解放后，随即和狮面决战，而且在战斗中丝毫不逊色。要知道，这家伙可是连饭都还没吃上一口，便和狮面开打。如此坚韧不拔的心灵与铁打般的身躯，果然不愧为最受欢迎的铁血氏族。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若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给我小小的鼓励。我们下回见。